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一幕。中年时偶尔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，没想到竟然遇见了中学时的初恋。她的长发依旧垂到肩上，轻轻施了点妆，依旧那么美丽动人。一些老同学开始调侃他们俩，永旭紧张的连眼睛都不敢对视。老同学们还提起了他年轻时的一些糗事，智贤听了也忍不住笑得花枝乱颤。就在聚会快要结束时，几名警察突然来把智贤带走了。同学们赶紧去找永旭，逮捕智贤的警察刚好是永旭的同事。不一会儿，永旭就打听到了真相，智贤只是在给那些主妇送东西，只是因为一个误会才被抓。尽管这让人觉得很尴尬，但智贤还是答应了永旭。两人一起回到了聚会的饭店，喝了几轮酒后，开始聊起各自的近况。虽然生活显然不尽如人意，但大家都在用不同的谎言来掩饰。大家都假装自己很幸福。她端起酒杯掩饰自己的慌张，因为她的丈夫整天就待在家里，总梦想着靠炒股发大财。聚餐结束后，大家一起拍了张合照，照片中的三男三女各自将有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。在其他同学的精心安排下，永旭负责送智贤回家。他们一边喝咖啡，一边决定走路去地铁站。路上碰到一位卖花的老奶奶，永旭理解她的想法，多年前他也曾这般感性细腻。永旭在老奶奶的摊位前蹲了下来，在回程的地铁上，永旭把玩着花，他犹豫着是否应该把花送给智贤，然而智贤却陷入了苦恼之中。旁边的男人已经瞌睡起来，居然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。永旭于是和他交换了座位，这让智贤感到一阵温暖。出站时，他发现地上有个发卡，他弯下身子把它挂回货架。永旭心中不禁感慨万千，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改变。最后分别的时刻还是来了，可永旭最终还是没勇气送出那朵玫瑰，但似乎老天也在给他创造机会。外头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智贤站在雨中显得有些无助。这时永旭撑着伞走到了他身边。一次中年的同学聚会，意外重遇了中学时的旧爱，这究竟是一段重逢的缘分，还是一场将毁掉他们生活的灾难？这些年他们各自走了不同的路，各自的生活酸甜苦辣都不一样。她之前在医院食堂工作，靠着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。她的丈夫失业后就无所事事，整天沉迷于股市的幻想。早上女儿提醒她学费还未付清，她小心翼翼地建议丈夫找份工作，可丈夫却显得非常不耐烦。永旭和妻子已经分居很久，为了让儿子上更好的学校，妻子未经他同意就搬到了江南区。偶尔放假时，夫妻俩见面也是争吵不断。妻子要求他辞职，这么多年他只是个小小的组长，妻子认为辞职开店可能赚得更多。这些事让永旭心烦意乱。这次同学会遇见智贤后，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。可第二天就发生了不幸，有2位同学会的参与者失踪了。宇哲在国土海洋部工作，和女同学仙珠一起神秘消失了。永旭很快就被调到了搜查小组，他主管调查宇哲失踪的案件。上班时，智贤突然接到了仙珠的电话，仙珠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失败人生。他原本不打算去参加同学会，因为他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，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穷困的样子，于是借了衣服、项链和耳环去参加。这不也是他以前的生活写照吗？自己虽然不如意，却还要装出幸福的样子。仙珠说他和宇哲想暂时逃避现实，藏身于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。类似的境遇让智贤感到心酸。第二天，他去了仙珠以前的住所，但是追债的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原来仙珠失踪前欠下了一大笔债务，现在只能让智贤帮他偿还。幸运的是，永旭及时得到消息，赶到了现场。过度担忧让他说话显得很严厉，但看到智贤那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他根本没法真正生气。他的行为还引起了同学们的疑问。送智贤回家的路上，永旭告诉他自己正在调查宇哲的案件，让他以后不要再单独行动。他们随后一起去了路边的小饭店，永旭特意点播了一首老歌，智贤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。原来他一直记得那首歌，那是智贤当年最爱的歌曲。回想起那天他送的花，智贤忍不住问起那件事。智贤提到他家以前开的理发店，有天店门口有人放了一朵玫瑰，你知道是谁放的吗？永旭的表情突然变得不自然。智贤带着笑意没有直接回答，永旭尴尬地笑了笑，也没说话。他的表情已经泄露了一切。永旭一路陪他走到家门前，智贤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真爱的房子竟然快要不是他的了。中年再遇早年的初恋，但现在的他似乎日子不好过。丈夫把钱全都投到股市里，结果却是血本无归。那座被智贤视为珍宝的房子，也只能卖掉来还债。工作中，智贤接到了新房东的电话，催他们必须今天搬出去。这一刻，他想哭却强忍着，连同事都看不下去了。种种委屈涌上心头，最终化为止不住的泪水。但生活还得继续。
智贤还是尝试安慰她的丈夫，可丈夫却怒骂不听。智贤又去安慰心痛的女儿，女儿哭着扑进妈妈的怀抱。为什么要妈妈来道歉？妈妈为这个家已尽力了。车子才开出没多远，智贤却说要回去一趟，原来是要和那只经常喂食的流浪猫做最后的告别。这时永旭恰好也来到这里，他们又一次遇见了。智贤微微侧过头，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的泪水。他们搬到了一间简单的民房，幸好智贤的妈妈住得不远，这让他很快调整了心情。那天他收到永旭的短信，笑容不自觉地绽放开来，化妆时眉眼间透出凄美。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呢？连等待的时间都显得如此漫长。永旭终于到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他笑得特别灿烂。智贤感激他带自己来到这里，四周春光明媚，花香扑鼻，坏心情一扫而光。永旭没有再继续那个话题，他们接着去了仙珠乡下的老家，去探望他年迈的母亲。路过他们的旧学校，忍不住停下了车，一起走走那些年的老路，随手拾起一片花瓣，感叹他们曾一起看过的画室。两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一幕被一个学生画了下来，永旭拒绝了，让智贤觉得有点失落。趁永旭接电话出去时，智贤偷拍了那幅学生的画。出来时看到一盆被丢弃的绿植，那绿植似乎承载着一种不确定的爱，他多希望他能坚强生存。人到中年，突然重逢中学时的旧爱，并肩走在校园的路上，随手拾起的花瓣，那些都是属于他们的青春和爱情。智贤带走了那盆被弃的绿植，在那里寄托着不确定的爱。这究竟是失而复得的缘分，还是会毁掉他们现生活的灾难？智贤回家后撒了个谎，说去和朋友喝茶了，所以回来得晚了一点。女儿拿着新买的衣服来炫耀，还拿妈妈的手机自拍。她在翻看手机时，意外发现了妈妈的秘密。晚餐时，她试探性地问妈妈计划如何度日。妈妈的回答让女儿产生了疑惑。她回到房间里拨了那个号码，结果接电话的竟是个男人。女人总是有种神奇的直觉。妻子邀永旭看着她的眼睛回答问题。晚饭后，智贤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，凝视着那盆独特的绿植，心里满是烦恼。这一切恰好被他的女儿看见。妈妈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这么多年来，爸爸的漫不经心，终于让女儿忍无可忍。永旭很快就收到了同学们的忠告，但那份感情如此强烈，他怎能阻止呢？晚上小叔子来拜访，世贤的丈夫喝了许多酒，看着她情绪低落，心里难受。世贤清楚丈夫颓废的原因。世贤曾是位高权重的企业高管，失业后他失去了自我，只为那一点点自尊，两头不到岸，沦落至此。但智贤从未放弃过鼓励他。我相信你，孩子们也都相信你。他本以为男人会重振旗鼓，但下班后他更失望了。外面开始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屋顶的衣服却没人收。智贤进屋感到无语，桌上杂乱无章，吃喝残渣。他深深叹了一口气。就在此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因为要接送孩子上下学。智贤本不想去，但美纪突然用激将法对他说，这个雨夜他注定无法入睡，明天到底要不要去呢？他心中开始犹豫不决，因为要去见中学时代的初恋，整夜都难以平静。天一亮就准备好了早餐，留下便条，离开了家。但他一到机场，永旭看起来非常吃惊，显然没料到智贤会来。他的表情让智贤感到失落。永旭去买咖啡的时候，太真也满脸疑惑地走过来。原来他们找到了宇哲失踪的线索，打算和永旭一起去济州岛。气氛突然变得尴尬，肯定是美纪骗他来的。他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机场。羞愧感油然而生，自己抛下家庭和孩子，不顾一切地跑了出来，结果是这样的可悲可笑。当他走出电梯，发现永旭已在那里等他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永旭拉着他的手回到候机室，之前还露出了甜蜜的微笑。被他这样紧握着手，真不想放开。直到快被老同学太真看到，他们才不舍得松开手，感叹济州岛美丽的风景。他数着手指头，好像结婚后就没出来旅行过。美姬也很快加入了他们，4个人一起用餐。他假装热情地给永旭夹菜，这让智贤和太真都有些不悦。智贤知道美姬在故意表演，但他对永旭的深情又怎能轻易说出口？在济州岛的绿林中并肩坐着，智贤说他本不该来这里的，现在却突然不想回去了。不知怎的，突然间感觉自己勇气倍增。智贤鼓起勇气说出了心里的想法，但永旭却沉默不语，这让智贤感到有些失落。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宇哲和仙珠。外头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回首尔的航班也被迫暂停了。智贤急忙打电话回家解释情况，可她的男人还是很生气。永旭看在眼里，心里明白，智贤此刻一定很难受。经过了整整1天的思考，永旭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。
他的理智告诉他，一旦确定这段危险的关系，他们可能会陷入地狱般的境地。但永续仍旧坚定地伸出了手，给予了脆弱的智贤无比的信心。中年突然重逢中学时的旧爱，证明了真爱不会因时间而减少。不管过了多少年，一旦重逢，依旧能重燃旧情。这份危险的感情一旦确定，他们就将走向无法挽回的深渊。在道德和情感的拉扯中，他们决定先隐藏这份心动，带着明确的爱意，在剩下的时间里偷偷享受幸福。但不出所料，问题很快就会冒出来。在机场出站口，她脸上满是震惊，没想到丈夫竟然来接机，而永续也正向这边走来。情急之下，她立刻挽住了丈夫的胳膊。永续立刻察觉到了情况，面不改色地从他们身边走过。美姬赶紧打招呼帮他们掩护，可智贤却微微回眸，清晰地看到了永续略带落寞的背影。尽管丈夫的脸上依旧不高兴，但好在事情没有酿成大错。永续被妻子严厉地盘问了一番，尽管他们没有透露任何信息，但心里都清楚，这只是走向深渊的开始。他们保持着安全的距离，相互凝视，忍不住探测对方的底线，哪怕是一条短信或一个电话，都让他们像中学生一样心跳加速。永续问你怎么带了把雨伞？天气预报说今天有40%的几率会下雨。永续忍不住笑了，就像一个刚陷入初恋的少年，偷偷窃喜，好像赢得了女孩的心。美姬因病被送进了医院，她却意外发现智贤在这里工作，自己的秘密被人揭露了，这让智贤感觉非常尴尬。美姬表面上嫁给了有钱人，实际上她的生活也是一片狼藉。医院诊断她无法生育，她还要抚养丈夫和别人的孩子。听到比自己更悲惨的故事，智贤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得知美姬将接受一项重大手术，永续和泰真约好一起去医院探望。当电梯门开启时，他们看到了穿着工作服的智贤，自己一直隐藏的狼狈生活被发现了，最不希望被这个人看到的一面暴露了，这让智贤感到特别难堪。回家后，她对丈夫大发雷霆，丈夫无奈地走开了，留她一人像被泥沼困住的鱼，悲伤的几乎无法呼吸。永续从美姬那里得知，原来智贤的丈夫一直没在工作，全靠智贤打零工维持生计。更糟糕的消息是，因为公司经营不善开始裁员，作为非正式员工的智贤最先受到影响。最近智贤一直躲着不见人，永续找了他好几次，终于在他下班时拦下了他。他带智贤去了年终人的聚会，又见到了初恋，却展示了自己凌乱的生活。永续把他带到朋友的花店，希望他能在这里找到安定，但那可恶的自尊心使得智贤拒绝了帮助。回家后，智贤显得很沮丧，女儿看到后问爸爸怎么了，但他还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次日，智贤去看望母亲，发现她因为牙疼已经好久没吃东西，立刻带她去医院检查。医生说要完全治好，大约需要400多万韩元。自从女儿卖掉首尔的房子后，母亲就知道经济情况不佳，所以她一直没提起，这让智贤感到非常羞愧。她去银行想取出存款，但被告知已在月初被取走，原来是丈夫和朋友用来开咖啡店，偷偷取走了所有的钱，这让智贤彻底崩溃。她回家后和丈夫大吵一架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智贤到处寻找工作，但都没有成功。最终她还是想到了永续，被屋内的植物环绕，智贤的心情突然好转。永续新换的发型也到场，智贤立刻认出来，她把自己做的第一个作品郑重其事地送给了永续，虽然还不够完美和精致，永续高兴地跳了起来，但他带着花回家时，却意外看到妻子的异常行为，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。很快他们俩开始争吵，妻子却突然哭了起来，永续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，这一下子戳中了永续的软肋，争吵马上停止了。可是女人的直觉总是很准确。第二天，智贤刚到花店上班，永续的妻子就来到了花店，她没有大声吵闹，只是让智贤包装一束花，然后静静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。智贤突然走到她面前，直视着她的眼睛，这是她丈夫中学时的初恋，她温柔如玉，静如云，难怪见到她之后，永续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智贤又一次走到她面前，帮她剪掉衣服上的线头。智贤微笑中满是感染力，她心情复杂地离开了花店，愤怒地把花扔进了垃圾桶。第二天，智贤外出送花，但车子突然坏了，正好在警察局附近抛锚，于是他打电话给永续求助。永续的帮助让智贤感动得几乎落泪。就在这时，永续的手机响了，原来几天后是岳父的生日，妻子想和他一起去选礼物，但永续谎称自己去不了，他陪智贤把花都送完，然后一起回到他工作的花店。正当他们打情骂俏时，永续的妻子感觉空气都凝固了，大家都在努力避免眼神接触，紧张的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妻子挽着永旭的胳膊从花店走出来，仿佛在宣示他的独立。他们走后，智贤总算能深呼吸了。没人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。车里，永旭的妻子拿出那张合影，你俩的表演还真是一流。说完，他把照片揉成一团扔给了永旭，但永旭心里只想着智贤，刚才的事情一定把他吓坏了。永旭急忙给智贤打电话，但智贤只是叹了口气，他没接电话。永旭急匆匆地赶到花店，发现智贤不在那里。永旭带着不安的心情回家，看到妻子正在扔他的衣服，连智贤送的花也被扔了。永旭感到无可奈何。智贤回家却得到了个好消息，她的丈夫正在查看症状，决定明天开始正式工作。第二天，她四处寻找工作机会，却被一个又一个朋友拒绝。只坚持了1天，她就开始想要放弃了。智贤说自己刚买了套昂贵的西服，至少也应该再尝试一下。心情郁闷的时候，智贤想起了妈妈。妈妈正在和一群老太太聊天，她在夸奖自己有个好女儿，女婿从名牌大学毕业，她是个认真工作又热爱生活的人，这让智贤感到很是羞愧。于是她离开了妈妈的家。该怎么办呢？感到无助的她又开始想念永旭。智贤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止不住，接下来的生活更像是一场噩梦。他们将如何面对这一切？当人到了中年，突然重逢了中学时的旧爱，这段重燃的旧情却让他们进入了一段艰难时期。妻子翻找出了初中的毕业相册，我真受不了。妻子一再的逼迫让他崩溃了。之前他找了份做保险的工作，可1天下来全是失败，他开始想要放弃。第2天他喝得烂醉如泥，结果把那个取笑他的朋友打了一顿，结果不出意外被警察抓了起来。幸亏有永旭的帮忙，智贤才能把丈夫从警局带出来。永旭坚持要送她回家，但路上丈夫胡言乱语不停，这让智贤非常难堪。她艰难地扶着丈夫那笨重的身体，蹒跚地把他送到家门口。看到智贤被生活折磨得狼狈不堪，永旭心里也感到非常难受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第2天的智贤即将面临更深的困境。有个客户要求送花篮上门，当门打开，竟然是永旭的妻子。他战战兢兢地走进屋里，按照要求把花篮放在桌上。永旭的妻子却故意扶正了一个相框，那是他们全家的合照。更让智贤崩溃的是，电视里正在播放他们结婚时的录像。这一刻，智贤仿佛置身地狱，简直恨不得马上逃出这里。可永旭的妻子还非要请他喝茶，但智贤连1分钟都不想再待了。但这事远没完。通过永旭的上司，也就是智贤小叔子推荐，永旭给智贤的丈夫买了保险，3人一起去吃了顿饭。小叔子竟然叫来了智贤，智贤还没从之前的震惊中恢复，她又一次瞪大了眼睛。在永旭同样惊讶的注视下，她慢慢坐到了丈夫旁边。一连串的意外接踵而至，智贤简直喘不过气来。没想到永旭竟然也跟着出来了。智贤无法承受这种压力，她首先想到的是放弃。就在这时候，她的丈夫也进了厕所，虽然危险未发生，但惊出一身冷汗。智贤差点被吓坏了，这种日子怎么能继续？他们还能保持信心吗？永旭一回家就看到桌上的花篮，他质问妻子：真的必要这么做吗？真的需要这么残忍吗？但对他妻子而言，到底谁更残忍呢？晚上，智贤的丈夫感叹道：徐组长看起来不错，是他欣赏的类型。智贤只好偷偷转过身，他心里乱成一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未曾相见，但彼此的思念却日益加深。永旭终于忍不住发了条短信，然后直播面对一切，掩饰不住嘴角的上扬。刚出门就接到丈夫的电话，她谎称出去扔垃圾，急切地去见永旭。人生半途，偶遇中学时的旧爱，多年后重逢，心跳依旧能感觉到他们亲昵的模样，却被一个男人目睹。男人转过头去，这让她措手不及。他们开车到汉江边，智贤抱怨最近很累，每天都在犹豫，不知是否该继续。永旭却紧握她的手，这给了智贤极大的勇气。匆忙回家的她，发现丈夫正坐在家里，脸色阴沉。丈夫的责问让智贤哑口无言，事态也在恶化，连孩子们也知道了。他们看到街边搂抱的男女，觉得这关系不正常，两人因此被带到警局。接到消息的智贤急忙赶来，震惊地发现永旭和妻子也在。为了避免在警局争执，永旭忙于柜台办理手续，孩子却开始提问。为了不让智贤在女儿面前尴尬，永旭说他们只是初中同学，但这种说法孩子都不信，更不用说他们自己。智贤请求女儿给他5分钟，他拿出了一张合照，似乎做了个决定。尽管他想继续这段关系，但想到谎言伤害家人，伤害还小的孩子，他感到心痛得无法呼吸。永旭突然说出我爱你，智贤泪流满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
他们都在努力抑制着感情。智贤的丈夫取消了永续的保险，还让她辞掉了花店工作。尽管她表现出色，花店老板对此感到非常遗憾。他想打电话给永续，但被智贤阻止了。永续则和同事们去喝酒，来到了他和智贤曾合照的餐馆，仿佛又看到了他的身影，心里顿时涌起无尽的惆怅。短短几天，怎么就这么想念他呢？他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花店，希望能再见到智贤忙碌的身影。正沉浸在思念中，耳边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。正当他们的车要开走时，永续突然冲上前去，他拦住了初恋的车。那男人忍无可忍下车理论。之前他还苦求永续不要冲动，结果被狠狠推开。这一幕让永续非常心疼，两个男人怒火中烧。幸亏花店老板及时出现制止了他们，这才避免了打斗。永续不知为何会那么激动，可能是看到心爱的女人受到不尊重，她的丈夫那样对待她。回家后，男人递给智贤一个本子，让他从明天开始记录，把每天的事情都写下来。随后那男人酩酊大醉，粗鲁地把智贤推倒在床上，这让智贤感到极大的委屈。她躲进卫生间，泪流不止。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痛苦的婚姻？无奈的只能强忍着继续。世贤再次踏入初中的校园，目睹了他与永续的那幅画。他深知他们的缘分如同河中的画一般，只能随波逐流，渐行渐远。智贤刚离开，永续就来到了这个画室，他急忙追出去寻找，但最终与车中的智贤擦肩而过。智贤犹豫着是否要删掉永续的电话，似乎已经决定要彻底结束这段悲伤的爱情。深夜，儿子醒来上厕所，却发现妈妈脸上的泪痕。小小的孩子哪能懂妈妈心里有多难受？永续喝得烂醉如泥，回到家不停地向妻子道歉。或许只有喝醉时，他能暂时忘掉那份思念。这天，智贤准备了满桌好菜，问丈夫晚上是否有空，但丈夫说要和同事聚餐，连孩子们也要去朋友家，可能很晚才回。原来今天是智贤的生日，但似乎没人记得这一点，只有老同学美姬记得。她送来了精美的生日礼物，一件性感的红色睡衣，还为他举办了生日派对。他们等了很久，那个叫永续的家伙还没来，因此智贤整晚都未笑过。挂了电话的永续心情也很差，一杯接一杯的喝酒。她的丈夫到家发现她不在，还看到了那件红色睡衣。男人愤怒地冲到饭店，美姬看得忍不住了，这礼物是他今早送的，他难道不知道今天是他妻子的生日吗？恐怕他早把这事忘到脑后了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他难堪。智贤感到无比的羞辱，气冲冲地跑了出去。那男人被骂得哑口无言。第二天，永续也来到这家餐厅，他询问昨天的生日派对办得怎么样，却听说智贤的丈夫闹了一场，这让永续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。几天后，在岳父的生日会上，他意外地遇到了智贤。智贤承受不住压力，瘫倒在地。他向永续的妻子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。没多久，永续也找到了这里，看到智贤在妻子面前卑微地跪着，那一刻感觉心如刀割，每一秒钟都像是窒息的痛苦。永续也慢慢地跪了下来，为了自己深爱的人，他愿意做任何事。但智贤被吓得落荒而逃，真希望自己能长翅膀，赶快逃离这地狱般的地方。虽然外面还在举办宴会，妻子只是冷冷地留下一句狠话，并没有继续纠缠下去。第二天，智贤的妈妈来看望女儿，却发现她一个人在天台发呆，明显是心里有事。妈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智贤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，妈妈顿时感到非常为难。她当然希望女儿不再有痛苦，但那样做实在太出格，怎能被人接受呢？于是他们一起去 KTV 唱歌释放情绪，唱到一半，智贤泪如雨下，那份深藏的心痛又怎能那么容易就释怀呢？妈妈心疼地抱紧了女儿，只有忘记你才能继续生活下去。宴会过后，他们回到家里，永续的妻子明确表态，为了他们的孩子，他会努力守护这个家。永续彻夜难眠，不知道何志贤的爱情将何去何从。第二天，永续的妻子来到警局，哭着向前辈讲述了这一切。前辈拉着永续去喝酒，告诉他还是应该清醒一点。两个人说着说着，情绪都高涨了。前辈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然后坐下来，继续平心静气地劝解他，像是突然身中剧毒，现在停下来还来得及。如果他不想毁了自己的生活，就像个行尸走肉那样活吧。但永续真的能这么做吗？自从那次跪地以后，妻子总是心有余悸，吃饭时都冷着一张脸，还特地给他换了一部手机。永续和同事出去吃饭，妻子开车紧跟着他，这一切最终让永续忍无可忍，他掏出新手机，当着妻子的面狠狠地摔在地上。之前妈妈用他的房产帮助女婿办了一笔贷款，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，甚至考虑投资开店。
但这对智贤来说完全无法接受，最终和妈妈大吵一架。他极度失落地走进家门，没想到的是，永旭竟然在门外等他。中年重逢初恋，不幸的婚姻让他们重燃旧情。这段不被认可的恋情似乎注定没有结果。智贤开始刻意避开永旭，但永旭仍坚持在他家门口等待。他坦言一开始也很害怕，多次想要放弃这段感情，但是见他的心意始终无法控制。永旭卑微地表达了自己的期望，智贤虽未回应，但他的心里也有相同的愿望。他们小心翼翼地约会，在无人的车内相见几分钟，这短暂的时间足以满足他们。永旭送给他一个生日礼物，一个精致的小镜子，虽不贵重，但智贤十分珍惜。他打开柜子顶层的盒子，装满了他年轻时的回忆。他珍惜地把镜子放了进去，仿佛把爱意藏进了心底。他们约在天文馆见面，一起仰望星空，没有拥抱，也无亲吻。他们的爱情平淡却温馨。智贤的笑容如此真挚。永旭自嘲地说，他们偷偷在车里见面，像是在逃的罪犯。一天，永旭的妻子突然让他辞职，说已经找好了开店的地方，这让永旭措手不及。他沉思了片刻，然后向妻子提出了分居。永旭决定先在办公室暂住，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事，那是智贤在学校捡到的绿植，不只是活了下来，而且长得非常好。与此同时，智贤家里也有变化，她丈夫决定用岳母的贷款，打算开一家咖啡店。最近忙到几乎不露面，有了值得奋斗的事业，似乎重燃了他对生活的激情。智贤看在眼里，他的心又开始摇摆不定。从美姬那里得知，永旭已经搬出家住了。智贤难以接受这一切，她约永旭出来见面，告诉他这些天来的想法。回家后，智贤向丈夫诚恳道歉，失业后她一定很难过，她还无意中加重了她的负担，希望丈夫能给她一点时间，哪怕只有一天来好好整理思绪。但智贤发现无处可去，不知不觉又来到了那家餐馆。老板说永旭也刚来过，和你一样默默做着，未言一语。智贤觉得这里也待不下去了。当他出来时，却目睹了一幕让他震惊的场景。人生到了中年，再次遇见初恋，这份不被世俗接受的感情注定充满了挑战。智贤正打算回归家庭，却看到永旭在追捕逃犯时受伤，幸好他及时叫了救护车，然后他也跟着去了医院。在医院意外遇见了小叔子，这次智贤决定不再撒谎，向小叔子坦白自己爱上了永旭。智贤坚守在手术室外，与永旭的每一个瞬间宛如电影般回放，历历在目，每个画面都让她感到幸福无比。正当智贤沉浸在回忆中，她的丈夫也赶到了医院。丈夫把智贤带走了，开车在路上疾驰，她心里乱极了。面对丈夫极度愤怒的质问，智贤却一言不发，沉默难道不就是默认吗？智贤很想了解永旭的状况，但丈夫紧紧地监视着，甚至不让她接电话。医院里，永旭的妻子几乎崩溃。尽管这是一次偶遇，但在她看来，这是一段可怕的缘分。永旭最终安然无恙。智贤的小叔子来见他，告知他已被调离刑警队，甚至临走前还发出警告。永旭的儿子也来了，气愤地说了句话，然后带着妈妈离开了医院。这个平日里无所畏惧的男人，却差点忍不住流泪。智贤的丈夫半夜醒来，突然发现妻子不在房间，上天台找到了智贤，他呆滞地坐着，泪流满面。这一刻，连男人也忍无可忍，他随后果断锁上门，不管智贤如何恳求，坚决要把她赶出家门。连女儿也遭到了丈夫的无情呵斥，于是智贤无力地坐倒在地上。因这段不伦之恋，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走投无路的智贤找到了美纪，一坐下就急切地询问永旭的近况。太真随后也来到医院，告诉永旭智贤在他家。不久之后，永旭捂着伤口出现在智贤面前，紧紧拥抱。美吉把车借给了他们，由智贤驾驶，开到他童年的地方，那里承载着他美好的青春回忆，还有与永旭初尝的甜蜜爱情。中年重逢初恋，在宾馆房间里却显得很害羞。智贤之前被丈夫赶出家门，永旭则是从病房逃出来的。他们一起走到河边，多年前的这里有个男孩，眼里只有他深爱的女孩。他想知道自己当初的想法，不论做出什么决定，他都不会怪他。虽未得到肯定的回答，但永旭已理解当初的心意。正当他们确认彼此的心意，他们的家人却在承受折磨。永旭的妻子甚至想从天桥跳下，幸好被智贤的丈夫拦下。女人清醒后恳求对方一定要原谅她，如果他们离婚，她的丈夫就不会回来了。男人后来来到了美姬的家，他一定知道智贤在哪里，毕竟美姬也有责任。美姬听后不禁哑然失笑，
他有没有试过理解他的妻子呢？相爱的人不需要言语，一眼望去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思，了解彼此的所需所想。那天跟着永旭去了酒店，进了房间却突然不知所措。永旭最终鼓起勇气说出了心里的话，提到了两人都期待的事情。果不其然，他最懂智贤。从昨晚到现在，他什么都没吃。他们正准备点餐，但旁边桌的客人却吸引了智贤的注意。智贤的心又飘向了他的孩子们。永旭望着他离去的身影，明白智贤一定很难过。智贤原本以为自己已决心，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还没准备好。与家人共度多年，怎能轻易说分就分？智贤开始犹豫不决。永旭无奈地看着他。火车慢慢的进站，智贤却纹丝不动，一边是他无法放下的孩子，一边是他苦苦追求的爱情。这位可怜的女人该如何选择？火车缓缓的启动，智贤终于做出了决定。此时永旭已经取消了房间，独自驾车离开了。永旭到了火车站，希望能见到智贤留下。智贤在酒店没见到永旭，他独自来到熟悉的河边，和永旭的点点滴滴再次浮现心头。但这一次，他们的缘分还能再续吗？中年重逢初恋，婚姻的疲惫让他们重新点燃爱火。一面是充满挑战的爱情，一边是无法割舍的家庭，他们应该怎么选择呢？永旭最终没能在车站见到智贤，智贤也没在河边等到永旭，但在回首尔的大巴上，智贤突然看到了永旭的车，他急忙下车，拼命向那边跑去。但他看到车子开走的那一刻，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。幸运的是，永旭瞥了一眼后视镜，看到了深爱的他。回家后，智贤想向丈夫坦白，但丈夫总是避开这个话题，智贤只能默默跟着他，终于忍耐到了极限。两个家庭都用不同方式维系着破碎的婚姻，这让智贤和永旭都沉默了。残酷的话说不出口。他们在熟悉的校园重聚，每个人都变了很多。正当他们感慨万分时，泰真突然倒在桌上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她患有一种罕见病，随时可能失去生命，所以她组织了这次同学会。泰真的葬礼后，在教堂外，美姬努力抑制着泪水。她刚爱上一个男人，他却永远地离开了。智贤和永旭留了下来，他们感叹这次奇妙的相遇，但因为孩子的原因，他暂时还不能离婚。永旭表示理解，如果不在乎孩子，他也不会是他深爱的人。在智贤惊讶的眼神中，永旭慢慢开口说，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暧昧不清，只会持续伤害周围的人，他们也会开始埋怨彼此。因此他们做了个约定，等到家人都能原谅他们的时候，那天再在这里相见。